你们俩不用送了，快回店里去吧，外面冷。宁云初让2个好友不用送了，到了后给我们俩发个信息，让我们知道你平安回到店里。海童就叮嘱了一句。宁云初笑道：知道了，快进去吧，着凉了就是我的不是了。这2个可是孕妈妈呢。海童2人还是等宁云初上了车，他们俩才回到店里。那2人回到店里才过了半个小时，宁思琪来了。就宁思琪不是以龙太太的身份来的，所以她坐着公交车来啊。管城最大的公交车站就在管城中学路口对面，宁思琪坐公交车过来倒是很方便的。哇，她长这么大，第一次坐公交车呢，是龙先生让她去而复返的。龙先生听她说在书店里遇到了宁云初，宁云初过去虽是瞎子，但她听力好，跟宁思琪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对她的声音是最熟悉的。龙先生能让宁思琪改头换面，但声音却不是一下子就能练好的。故而宁思琪最大的破绽就是声音，担心被宁云初识破了计谋，所以龙先生立即让宁思琪在半路上就下了车。下车前让他恢复了宁思琪的样子，然后让宁思琪随便买套衣服换上，坐公交车去管城中学找宁云初。这样吧，就算宁云初等人怀疑，因为宁思琪的出现呢，也会打消疑惑的。龙先生知道站印的人盯着宁思琪，只要是宁思琪不以龙太太的身份露面，她的行踪都是暴露在外的，站印的人能知道她的下落。但当宁思琪以龙太太的身份出现时，站印的人别想盯上宁思琪，就连苏家的人一时半会也没有本事。不是龙先生向宁思琪吹牛逼，他们龙家是真的不将站家放在眼里，就是苏家，他们只是不想添个敌人而已，并非说有多害怕他们苏家。宁云初，宁云初，你给我出来！宁思琪还没有走到书店门口，就先大声嚷嚷着叫宁云初出来。站家的保镖立即挡住了宁思琪的去路，不让他进入书店。海童听到他的声音从店里出来，看到是宁思琪，还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确定这是宁思琪，并非是那个身形像宁思琪的少妇，脸是真的不一样，可能真的只是凑巧吧。宁思琪和刚才离开的那名少妇不是同一个人，他们只是身形和声音有点像而已。就像段小姐当初找到的那个男人一样。海童，宁云初呢？叫他出来。我知道他在你店里，我去了他的花店，他店里的人说了，他来了你这里的，他怎么能那样对我呢？居然给我1袋的散钱，全都是1毛5毛的散钱，怎么说我也是他的亲妹妹，一个妈生的，就算我以前对他是不太好，可是他也不能这样对我呀，我都快没有钱吃饭了，跟他要点钱，他就给我1袋1毛5毛的散钱，打发乞丐也不是这样打发的。宁思琪想起那袋钱就气得半死啊。那海童和沈小军呢，刚才也是听宁云初说过这件事，此刻宁思琪找了过来，嚷嚷着给钱的事，让海童难以再将宁思琪和那个来买资料书的少妇重叠在一起了。海童淡冷的道：你来的不巧了，云初已经回去了，怎么你们在路上没有遇上？宁思琪愤恨的道：他现在出入有豪车代步，我连加油的钱都没有了，我是坐着公交车过来的呀，哪能跟他遇上啊？海童还是那副冷淡的态度，他说道：那麻烦宁二小姐在坐着，公交车去花店找云初了。他现在的确不在我这里。宁思琪往店里张望，见店里确实没有宁云初的身影，嚣张的气焰弱了弱，随即厚颜无耻地对海童说道：给我点钱，我没有钱吃饭，没有钱交房租，租房都退了，现在只能住在那些小旅馆里，一天几十块钱的那种。本来天磊说1个月给我1万块钱的生活费，是宁云初跟天磊说了不要给我那么多钱，他霸占了我家的家产，让我流落在外。
吃苦挨穷挨冷，这多冷的天呀！我冷死了，连我弟给我的生活费，他都要插手，存心就想饿死我。我知道的，他怕我分家产，就想饿死我，然后他就能达到真正霸占宁家所有家产的目的了。宁天磊那个笨蛋一向信任他，到时候啊，我爸妈的财产会被他吃的连渣都不剩的。那个臭小子笨死了，那么相信他。海童和沈小军都被宁思琪的无耻气笑了。沈小军不客气地对他：“你是我们什么人？怎么好意思问我们要钱？哎，你没有钱吃饭。云初明明说给了你1袋钱。”宁思琪气呼呼的道：“那是1袋散钱，都是1毛5毛的，1块钱的都少，1毛5毛的不是钱吗？你数清楚了，1袋钱也有不少的了，够你吃饭，够你住一段时间的旅馆了。”海童接过沈小军的话，说：“你没有钱吃饭，还有钱买新衣服，你这身衣服新买的吧？崭新的很。”宁思琪挺直腰肢：“我买几身新衣服怎么了？这么冷的天，我还不能买几身新衣服了呀。反正吧，我没有钱吃饭租房啦。我2个大姑姑肯定是你们这些人逼走的，现在他们都跟我断了联系，我连个依靠都没有。宁云初心太狠了，他这是在报复我，报复我以前那样对他。”海童讽刺着：“宁二小姐还是这挺有自知之明的嘛。”宁思琪一噎：“宁二小姐好手好脚的，没钱花，自己挣去啊，云初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养着你？凭什么给你钱？”沈小军最看不惯宁思琪这种人，他家里因为拆迁成了拆迁暴富家庭，他都跟海童合伙开书店，开公司，还天天在书店上班，挣点钱呢。就宁思琪只知道要钱，不知道去挣钱。宁家的家产都是我的，宁云初霸占了我的家产，他就得养着我，除非他将家产都还给我，否则我天天缠着他要钱，让所有管城人都知道占家二少奶奶虐待欺凌自己的亲妹妹。海童呵呵地笑：“亲妹吗？现在宁二小姐知道云初是你的亲姐姐了，以前你是怎么对她的？你对她心狠手辣的时候，怎么不说她是你的亲姐姐呢？宁家的家产是谁的？谁霸占谁的？你爸妈不要脸，霸占了云初的家产，你还好意思说是你的呀？够不要脸的！宁思琪，我不是云初，不会包容你的不要脸。如果云初不是念在和你是同母所生的姐妹，你现在就真的是身无分文，连吃饭的钱都不会有。赶紧滚你的，我不想看到你。”云初是心狠，但对一弟一妹，他多少都是念了一点手足情的，否则想捏死宁思琪，以现在的宁云初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你以为我很想看到你呀？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进去坐牢；要不是你，我的爸妈也会好好的啦。都是你，海童，我今天是落魄了，你最好就祈祷老天爷一直站在你那一边。若是哪一天让我得势了，我受过的都要加倍还给你。宁思琪也不藏着掖着，他就是恨极了海童。当着海童的面，他将自己对海童的恨意悉数说出来，那这也是他的性格会做的事啊。他以龙太太的身份出现时，就是个端庄大方、温柔婉约的贵妇人呀。龙先生给他请来了礼仪老师，调教他成为合格的贵妇人啊，但那不是他喜欢的。他就喜欢像现在这样，生气了就发脾气，大声骂人，恨一个人也不隐忍，把自己的恨意说出来。宁二小姐这样说，让我心里发慌呀，我怕得很。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早3支香，晚3支香的求神拜佛，让老天爷保佑宁二小姐一直都落魄，一直都不得势，那也是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呀。宁思琪的脸都绿了，还扯到天下苍生了，狠狠地瞪了海童几眼。宁思琪除了瞪几眼，并不敢对海童怎么样。战家的保镖冷冷地盯着他呢，他敢动海童一根手指头，他将会死无葬身之地。忍。龙先生跟他说的，他在脱胎换骨，
改头换面，让海童等人都不会怀疑他。首先就要学会容忍，在面对他恨着的人时，要心平气和，不要流露出恨意。他做到了，才能真正的和海童等人来往啊。哪怕他现在是宁二小姐，他也要忍。谁叫他现在没有依靠，没有靠山，无权无势无钱的呢？宁思琪第一次后悔当初过于冲动。如果不是他冲动，他的家还是好好的，父母也不会为了帮他出气。得罪了战印，他好好的一个家不会散掉。还有他的2位大姑姑，说到底都是他的错，是他牵引出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宁思琪冷冷的道：“不用你赶，我自己会走，以为我很想看到你。”说完后，宁思琪转身便走，走的时候还抬头挺胸的，骄傲得很。他的骨子里头还有着宁二小姐的傲气。海童示意一名保镖不远不近地跟着宁思琪，直到宁思琪拦了一辆公交车。上了公交车后，那名保镖当即拦了一辆计程车，让司机跟着前面那辆公交车。宁思琪不知道战家的保镖跟着他，不过他也不是回龙先生买给他的别墅，而是去了春暖花开，在海童的面前露了面，还得去宁云初的店里露面，那样才能打消宁云初的怀疑。那能轻易认出他的人只有宁云初。海童虽是他恨极的人，但2个人交集的次数很少的，海童没那么容易认出他来。看到宁思琪去了春暖花开，战家的那名保镖才回去向大少奶奶复命。知道宁思琪去了花店找宁云初，海童对沈小军说道：“难道是我和云初多心了？那名少女并不是宁思琪扮的。”沈小军对宁思琪扮的龙太太印象不深，他只记得是个年轻漂亮的少妇，衣着光鲜，穿金带银的，跟宁思琪不一样。主要是现在的宁思琪没有钱请保镖，他便说道：“我觉得不太可能。那宁思琪为什么要扮成另一个人过来？他恨你和云初，恨意明显，也当面说出来，他就是恨你。所以他为什么要换一个身份？可能是2个人的身形和声音相似吧，但是2个人样子不一样的。如果宁思琪有钱请保镖，开豪车，穿金带银，就不会跑来找宁云初要钱。他的很多东西都还留在宁家大宅的，宁云初只让他带走了些衣服，就算他把那些衣服转买出去，也换不来那么多钱。那位来买资料的太太坐的是什么车呀？沈小军问了自己的保镖，保镖答道是迈巴赫。那位太太挽着的包是爱马仕限量版的款式。我只在家主夫人那里看到过同款的。沈小军嗯了一声，对好友说道：“彤彤，他们就是2个人，你别费那个脑筋去猜测了，运气不要多思，保持着心情愉快。听说这样子，将来孩子出生后就会好带一点。”海童笑道：“是，我不猜了，等晚上问问我家男人就是不要被那些无关紧要的那人占据了咱们的时间。”沈小军坐回收银台，又拿起一块芝麻饼吃。海童说你还吃呀？吃多了吃不下饭，你家营养师又得说你了，说你老在外面乱吃东西。沈小军，彤彤，我真不想听到他表姐啊，管家婆，她就是个管家婆，她也是为了你好，为了你肚里的宝宝。海童话是这样说，看好友的眼神充满了同情。沈小军垮着俏脸，我知道，只是他的手伸的也长了点儿，最近好了很多，没有管得那么严了，否则他都不能在外面吃饭。苏南的那个管家婆表姐原本的意思是，他的每天3餐都在家里吃，不要吃外面的食物，害怕卫生不好。沈小军没有听他的，苏南母子俩也跟表姐聊过了，那个管家婆才没有再说。产检的时候，医生说宝宝发育得很好，看在表姐的菜谱的确是营养均匀，对她和宝宝都好。沈小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怎么说，表姐都是表姐，是她婆婆的娘家侄女，只要对方的手不再伸得那么长，在饮食上她也乐意顺从着对方的安排。可能是我经常对她阳奉阴违吧，也有可能是胎儿成型了，发育得很好，她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管着我。知道好友过得舒心了，海童也很开心。就与此同时的江城，那凤晴的车子驶进了乔氏集团，凤氏集团意与乔氏集团合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身为凤氏集团临时的决策人，凤晴经常会出现在乔氏集团里。乔氏的人对此也习惯了，他们的乔总对凤晴这位凤家少主还是很客气的，很给面子便是。所以凤晴来了乔氏集团，哪怕没有提前预约，前台打一通电话到乔涵的秘书那里去，很快凤晴就能上楼去了。那数分钟后，凤晴便出现在总裁办公室里，看到依旧是帅哥打扮的乔涵，凤晴笑道：“乔总，你这样子，让他们的芳心碎了一地啊！大家知道你是女人了，你若是像我们一样穿上女装，他们很快就会接受现实啦。你依旧是男儿打扮，他们只要看到你就会心里难受。你为什么不是真的男人呀？”乔涵若是真的男人，那些爱慕者还是有人有机会打动。这位江城最优秀男人的心的。乔涵暂停工作，起身绕出了办公桌，招呼着凤晴走到沙发前坐下。这带着凤晴进来的秘书呢，去沏了一壶好茶过来，也拿了点瓜果点心零食过来，很快便将茶几摆得满满当当的。以前乔总的办公室会有点水果招待贵客的，但不会有点新零食之类的。自从战三少爷公开追求他们乔总后，乔总的办公室里出现任何东西，大家都不会觉得意外了吧？战三少爷是什么都往乔总办公室里搬的。乔总从最初的生气扔掉，到最后的接受，由着战三少爷折腾。如今大家都明白了，战三少爷哪是什么同性恋呀，人家正常的很。战家肯定也早就知道真相的了，所以大家都为战浩宇感到可惜时候，跟战家长辈提过几次，让战家长辈管一管战浩宇，趁他刚有苗头时就纠正过来。结果战家的长辈说他们很开明，只要孩子自己喜欢，孩子过得快乐就行，不管战浩宇娶个女人还是男人，是战浩宇的选择，他们都会尊重，让那些好事者无话可说。背地里不知道腹诽了多少回呢，觉得战家的长辈也太开明了点儿，换成他们是无法接受自家培养出来的优秀男人成为同性恋的。那结果证明了，就是他们瞎操心乔涵是个女人。从乔涵在宴会上自曝她是个女人后，已经过去了几天，在江城里，这个话题的讨论热度依旧居高不下。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是很相信乔涵是个女人，他们想到了乔轩，认为乔轩才是女人。听说还有人想扒了乔轩的裤子来证实一下猜测呢。就最近2天，乔轩的那些红颜知己总是有意无意的偷袭，摸到乔轩真的是太平公主，他们才相信乔轩是男人。这让乔轩哭笑不得，他干脆就去泡温泉，那还约了很多阔少一起泡一回温泉，也就没有人再怀疑乔轩和乔涵互换了。乔涵淡淡的道：“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我，我过日子，我做什么事都是我的事，与别人何干呀？那若是在乎别人怎么说，我还要活吗？一个人不管你做的再好，总会有人说你的。若是在乎别人说自己，真的你会活不下去，也会活得很累。”凤晴笑道：“还是乔总看得开，活得洒脱。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就要为自己而活。”乔涵请凤晴喝茶，凤晴也不客气，端起了茶杯，尖尖的喝了一口茶水。好茶，我这里的东西都是好的。乔涵说道：“战浩宇送来的东西就没有次的，不过茶叶还是他这里常备的
不是战浩宇送来的呀。上次咱们谈的是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凤晴放下了茶杯，温和地问着乔涵。乔涵眼神深深地与凤晴对视了片刻后，意有所指地说道：我只与你合作，不与凤氏集团合作，与凤家有关的生意我都不合作。他看中的是凤晴，不是凤家，凤晴也不代表凤家。凤晴就笑了笑，谢谢乔总看得起我啊。那晚上我请乔总吃顿饭，以他另一个种身份。乔涵没有马上答应他，凤晴便打趣的道：是和战三少爷有约吗？乔涵就大方承认约好了一起吃饭，然后去看电影，两个人可以大大方方的约会了。凤晴颇为羡慕的道：真好，那乔总什么时候有空？最近半个月都无法安排时间，我明天就不回公司了，休假半个月，浩宇带我出去旅游散散心，撑住乔氏多年。乔涵是真的没有好好的休息过，就连过年的时候他也要各种应酬，就很难做到真的休息什么都不用管的那种。战浩宇拿捏了乔轩，那逼得乔轩不得不挑大梁，让他可以休假半个月。有时候过于劳累，乔涵也是心累的，很想休息。不得不说战浩宇很了解他，也怪不得他认识那么多男人，独独爱上了战浩宇。虽说是战浩宇能说会道，跟他在一起不会寂寞，主要还是他的体贴入微。人心都是肉做的，被他那般体贴入微，他的心慢慢的就动了，全都放在他的身上。幸好呢，他是战奶奶给他挑的妻子人选。乔涵在心里庆幸，不过若他不是战奶奶给战浩宇挑的人选，战浩宇也不会接近他，更不会知道她是女人。凤晴更加羡慕了，羡慕，太羡慕了，我也想休假，但我现在是最忙的时候。那不着急，乔总先休假，好好的散散心，这么多年来，想必你也累坏了。乔轩不是没有能力的人，只是有人给他挑着重担了，他乐得轻松。需要他挑重担的时候，他也能挑得起来。我会安排好一切，你可以找乔轩谈合作的事。凤晴呢，那我等会儿就去见见乔副总。乔涵也端起了茶杯，喝了几口茶水后，放下了杯子，问着凤晴：你们家还好吗？凤晴自嘲地笑道：哪能好呀，大家心里都有鬼，那个凤若也不死心，背着我几个嫂子，依旧偷偷的跟我三个哥哥来往，跟我三个哥哥拿钱。乔涵沉默了片刻后说道：他们一起长大，有着手足情，是做不到一下子就断绝来往的。我知道，在三位哥哥的眼里，凤晴这个亲妹妹是入侵者，是破坏他们和凤若兄妹情的入侵者。凤晴的出现呢，导致凤若的地位一落千丈。刚开始还好，凤家主都是偏疼着凤若的，大家都以为凤晴未必能接管凤氏的一切，对凤晴也是各种嫌弃。那过了2年，在凤家出事的时候，主持大局的接管凤氏一切的人，却真的是凤晴这个真正的凤家千金，而凤若这个一向被凤家人宠爱的假千金，落得个身败名裂，被赶出凤家，变得一无所有。享受惯的凤若和宁思琪一样，不愿意自力更生，没钱了就去找他的3个哥哥要不多签还是能要到的。一个哥哥给他签，他便又能过一段时间了。宁思琪是从来没有上过班，没有工作经验，去找工作也不好找。但凤若曾经是凤氏集团的副总裁，不能说特别出色，能力还是有的。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不成问题啊，他只是享受惯了，接受不了从天堂掉到地狱的反差。再者呢，他就一心想见见养母凤家主，向凤家主解释，希望能获得养母的原谅。只要养母原谅他了，就算他不能再新回到凤家大宅，至少能拿回养母以前赠送给他的房产商铺吧，那样他也有个地方可以落脚，也有点收入过日子。
虽然他的商铺生意很不好了，有很多商铺遭到退租后还没有租出去，但若是在他手里，他是可以将那些商铺转卖出去，也是一大笔的收入。卖了房，卖了车和铺，拿到的钱也不会少，然后他就可以回到亲生父母所在的小镇生活，小日子绝对不会差的。江城市区的房子、商铺随便卖出一套，都过100万。他有好几间商铺的地段特别好的，每一间能卖出200万左右呢。只要他能拿回来他以前的那点财产，再变卖，他就是几千万身家的人了。那回到亲生父母所在的小镇，便是富婆。我爸很快就出院了。凤晴淡淡的说了句：“我爸出来，那我妈自然会重新管事。他们底下做的小动作，我妈都知道的。那是我妈纵容出来的结果。留给他老人家去收拾残局。海玲姐的公司快建好了。”那凤晴说了句：“现在他母亲的重心都放在防着海玲去了。至于凤若，不过是枚棋子，那被利用过了，没有了价值，就会被抛弃。那凤家主是个果断的人，就别人总以为他长情，舍不得凤若，就舍不得那20几年的母女情，却不知道在真假千金的身份得到证实后，凤家主有多恼恨着凤若的亲爸，同时也迁怒于凤若，只是凤家主没有表现出来。对凤若一如以往的好，也不让凤若回到亲生母亲身边，继续留在凤家当二小姐，那是让大家的注意力留在凤若身上，方便凤晴学习。凤若还沾沾自喜呢，以为她一个养女，还是有机会和凤晴争个高下的。凤家主害死姐姐妹妹才夺得的家主之位，怎么可能给一个与她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养女？是某些人过于异想天开了。乔涵嗯了一声，海玲姐不差钱，不差没订单，只要她定好了路线就行。其实不管海玲做什么生意，都不会缺订单的。那海玲背后的那3大家族，别看人家离得远，手伸得可长了。况且那3大家族的生意遍布全国各大城市，这手是伸得真长。乔涵明着暗着也帮了海玲不少，江城的人都看清楚了，这个管城过来的海小姐，真的是凤家上一任家主的后人，人家回来跟凤家打擂台的了。海玲做的生意，就是跟凤家最重要的生意一样，不就是明摆着要抢生意吗？凤氏家族的人，也有些私底下向海玲投诚的了。凤晴笑笑，她再次端起了茶杯，优雅地品尝着香茗。凤晴的手机响了起来，她放下了茶杯，拿起手机看了来电显示，对乔涵说道：“我妈打来的，可能她不想再在医院照顾我爸了吧？他爸住院是他妈逼的。老夫妻俩呢，现在是面和心不和的了。不用问，凤晴都知道他爸心里是恨极了母亲的，但又拿他妈没有办法，不仅没有办法，还得继续极力讨好他妈。这是郑华当初选择的路，怨不得任何人。”凤晴当着乔涵的面接听了母亲的来电。妈，凤晴，你现在哪里？我在乔氏集团跟乔涵谈合作的事，这凤家主问到谈成什么样了？他对此不抱希望。乔涵呢，瞧不上他们凤家。这2大集团鲜少有生意往来，平时见了面，乔涵虽然会和他打招呼，仅打招呼而已，那是客气，是礼貌。他这个凤家家主呀，在乔涵的眼里，可能都没有地位，也就是亲生女儿回到了身边。不知道凤晴哪一方面合了乔涵的眼缘。乔涵对凤晴倒是不错，凤晴比凤若有人缘，这也是凤家主坚定的要扶持亲生女儿上位的主要原因啊。就凤氏家族交到凤晴的手里，能走得更远；交给凤若，可能很快就会败落。凤晴答道：“还没有结果。”妈，怎么了？凤家主说道：“也没什么。”
你爸想让你来医院照顾他2天，妈也想回家好好休息2天了，但是你工作忙，你就每天抽空过来看看他可以了，让你3个哥哥轮流在医院陪护吧。郑华伤在那里，凤晴是个女孩子，照顾总有不便的。郑华向老七提出想让女儿来医院照顾一下她，无非是知道凤若没有了指望，为了她的老年生活，为了她背后的郑家考虑，他想修复一下和亲生女儿的关系。怎么说，凤晴身上也流着她郑家的血，总不能不管郑家吧？那郑家人知道凤晴才是亲生的后，就对凤晴的态度是很好的。那郑家人看得比郑华透彻呀，亲生的都指望不上时，还能指望谁？郑华对凤晴态度不好，郑家人私底下劝过郑华的，只是郑华当家人说的话是耳边风，听不进去。行，我待会儿就去医院，妈早该回家休息的了。凤晴没有拒绝，答应了去医院照顾一下她的亲爸。凤家主沉默了片刻后说道，你就过来坐上1个小时便可，不必真的亲力亲为照顾她。他对你这个亲生女儿不疼，他最初对凤晴也没有感情，但毕竟是自己怀胎10月所生，血浓于水，感情很快就能培养出来。郑华就不一样了，女儿对于郑华来说，不是自小捧在手心里疼大的，他都不亲不疼，因为女儿不随他姓郑啊，3个儿子啊才跟他姓郑，是他郑家的子孙，所以凤晴回来后，郑华这个亲爸始终无法打心里接纳凤晴这个亲生女儿，这凤家主比谁都清楚啊。现在郑华躺在病床上需要人照顾了，就想起了亲生女儿，想修复一下关系。呵呵，早干嘛去了？凤晴说道，不管爸怎么对我，他都是我亲爸，可能是我和爸的父女缘薄吧，他从小就没有父爱，养父因为早就知道他不是亲生的，对他一向冷漠，养母和几个哥哥们也是有样学样的，小时候他特别羡慕哥哥们可以得到父母的疼爱，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都是想到他们，没有他这个唯一的女儿的份，他还以为是父母重男轻女，原来他不是他们亲生的啊。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亲妈对他是各种试探、考验、训练，难得有恩情。亲爸就更不用说了，眼里只有凤若这个养女。给他介绍男友的时候，还介绍那些二世祖没有一点本事的啊。凤家主默了默后说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也能看开。凤晴的胸襟够宽，不会斤斤计较。那行，你忙吧，妈等你来了医院再回家。哦，对了，保镖车祸身亡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这凤家主问了一句。那晚的布局未能伤海玲分毫，让他感到了可惜。不仅没有伤到海玲分毫，她凤家还吃了大亏。她的丈夫和养女发生的事瞒不住，族里的人很多都知道了，他们面上不敢说什么，背地里不知道怎么幸灾乐祸呢。凤家主想到自己在族里的威严是靠狠出来的，并非人家真心实意的敬重他，忍不住在心里叹口气，他可能是真的不如长姐，哪怕他是长姐带大的，在长姐身体不好需要他帮忙打理事务时，那长姐也教了他不少啊，但他还是不如长姐啊。处理好了，保险公司赔了一笔钱，我们又给了一笔钱，海玲也给了钱。他说保镖是因为帮他开车才会发生的车祸，那名车祸身亡的保镖就只有一个弟弟了，弟弟还在上大学，死亡赔偿金全都给了死者的弟弟。表面上那是一起意外，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不知真相，自是不会去追查真相，只以为哥哥是死于意外的车祸，哥哥的老板给了他那么多钱，他还感激不尽呢。凤家主就没有再说什么，母女俩呢很快结束了通话。乔涵听着母女俩的通话，听了个大概，等凤晴结束通话后，
他对凤晴说道：“你忙的话，先去忙你的事。我妈累了，想回家休息休息。我那个爸提出让我去医院陪护照顾她。”在乔涵面前，凤晴倒是不隐瞒，如果她不是凤晴，凤家的少主，就她是很想和乔涵成为知己的。两个人合得来。乔涵呵呵地笑了2声，那是带着讽刺的，但他没有再说什么。略作片刻，凤晴喝完了一杯茶，便起身告辞。乔涵送她到电梯口，恰好遇到了上楼来的乔轩，彼此打过了招呼，姐弟俩便站在电梯口，看着凤晴进了电梯，看着电梯门关上。等凤晴走后，姐弟俩往回走。乔轩边走边问道：“凤晴又来找你做什么？”乔涵看了弟弟2眼，淡淡的道：“继续为凤氏集团争取，总要做足样子的，免得别人说他不给力。真拿不下乔氏，也不会有怪凤晴。想与乔氏合作的大集团多了去，凤氏集团毕竟实力不够，况且乔总对凤家的人有很大的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哥。”乔轩叫了一声，叫出声后又改口叫姐。他笑道：“姐，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女人了，你怎么还不穿女装呀？你穿女装，我叫你姐还叫得名正言顺的。你男人打扮，我总觉得自己叫错了一样。哎，大家都向我打听姐的事，有谁知道最难过的人就是我了。原本有个哥哥给我撑腰，遮风挡雨，我可以万事无忧。谁知道哥哥变成了姐姐，以后没有人给我撑着了，什么事儿都要他去做了。谁叫他是个男的，以后还是姐姐的靠山，他必须做得和姐姐一样好，让乔氏集团屹立不倒，那样姐姐在战家才不会受到欺负。想来呢，战家也不会欺负他姐的。战浩宇若是护不住他姐，他就把姐姐接回来，他养姐姐一辈子，也绝不让姐姐受委屈。乔涵好笑的道：“谁叫你不和我换呢？你是妹妹，岂不更好？”乔轩：“这个又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爸妈把我生成了男人，我有什么办法？我倒是想当姐的妹妹了，有姐姐这么能干的靠山，她若是个妹妹，真的可以无忧无虑，万事不用操心了。就我还是习惯了这样子。”乔涵公开自己的女人身份，无非是不想战浩宇再背着同性恋之名，给战浩宇证明，也是他和战浩宇更进一步的决定。两家长辈在商讨订婚的日期了，就先订婚，迟点空闲了再结婚办婚礼。乔轩笑道：“我就知道姐是不习惯的。”说着，他还是从西装暗袋里拿出一只红色的锦盒。他将那只锦盒放到了姐姐的面前，笑道：“姐，我给你买了条项链，你看看喜不喜欢？看你不仅素面朝天，身上也不带点珠宝吧？母亲的珠宝一大堆，那只要姐姐肯戴，随便她挑。”乔轩常在女人堆中打滚，懂女人的心思。他给姐姐送条项链，想来姐姐会接受的。